出差回来当天，白月光把牙刷递给女友，说在酒店装错了。女友一脸淡定地收下。下一秒，在场同事纷纷扭头看我，心照不宣地露出嘲讽表情，看我笑话。不料我满眼好奇，反手抓起一把瓜子开嗑。别省流，展开说说。我发到网上，让大家都来吃瓜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呀呀，这才是你的牙刷。我在酒店不小心装错了。包厢里，吃饭吃到一半时，方子期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，从包里拿出一把牙刷，递给我的女友林西亚。林西亚面不改色地接过，在场的同事都发出一阵起哄声。哟，住一个房间啊，主管好事将近啊。方子期还没回应，林西亚却打断了众人的起哄。别乱说。只见林西亚害羞一笑，嫩白的耳尖此时变得红彤彤的。没有多余房间了，我们拼了一个2床房而已。方子期见状勾唇一笑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附和一句：是啊，亚亚男朋友还在这里呢。沈玉，他们都是开玩笑而已，你不会生气吧？瞬间，所有人不约而同看向我。突然被点名的我愣了一下，垂眸。我捏紧了手中的筷子。1周前，林西亚和方子期一起去外省出差，今天他们回来了。公司特地请同事出来聚会，给他们接风。我满心欢喜，拿着排了3小时队才买到的糕点去迎接林西亚，她却一脸嫌弃，说一会要吃饭了，给她带什么糕点？存心让她吃不下去饭吗？我一腔热情瞬间被浇灭。他明明说过自己最爱吃这家的糕点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林西亚不再看我，反而一直盯着方子期。吃饭的时候，甚至和方子期挨着坐下。他冷淡地说：“还有一些工作没谈完。”公司里的人都知道我和林西亚是情侣。也知道身为主管的方子期和林西亚是前任关系，他们一致觉得我比不上方子期，平时就用八卦眼神看我们3。这次拿错牙刷，这是一出来，林西亚一点反驳的意思也没有，只是害羞了一下。一瞬间，我只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绿毛乌龟。放在以前，兴许我会大骂起哄的同事乱说话，挑拨离间，也会因为林西亚和方子期藕断丝连、暗送秋波的关系而暗恨不已。可是现在，听到这么让人误会的话，我的心里竟然一点波动也没有了。或许，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了吧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生什么气？他反而该谢谢子期。子期签下这个单是大功臣，他还能跟着蹭些奖金呢。
林西亚一脸不屑地嘲讽说道。那尖锐的声音让我瞬间回到现实世界。沈玉，你还不给子期敬酒？听着林西亚命令般的口吻，我心中升起一股烦躁之意。我冷笑一声：什么大功臣？方子期不过拿着我的方案去汇报一下，就是他的功劳了。和一脸不满的林西亚不同，方子期摇了摇头，看向我的狭长双目中闪过一丝暗光。他微微欠身，语气柔和道：亚亚，没什么的，可能是刚才的话让沈玉误会了，有小脾气了。我在这跟沈玉你道个歉，还希望你不要生气。他滴水不漏的一番话，却将我架在火上烤。一下子，我成了乱吃飞醋、蛮不讲理的小人。他倒是宽容大度的君子。我不禁撇嘴，太装了。5年前大学时期，他吊着林西亚，让林西亚误以为遇见了真爱，却没想到方子期有了富家小姐女友后，果断把林西亚删除拉黑。林西亚不明白男友为什么突然变脸，前去质问，方子期却大骂他自作多情。他们从未交往过，没想到我和林西亚进了这家企业后，发现方子期是上司。方子期见林西亚这些年被我宠得越来越漂亮了，竟然见色起意，老是勾搭林西亚，企图复合。然而林西亚的态度模糊，总给方子期机会。不，现在态度可一点都不模糊了。回过神来，只见同事们不约而同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幸灾乐祸、嘲弄戏谑。我知道，他们都想看我笑话。曾经的我因为吃醋在公司和方子期大打出手，林西亚却扇我一巴掌，大骂我无理取闹。这是在公司闹得沸沸扬扬，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他们一致认为我是粘着林西亚的狗皮膏药。现在，他们估计又想看我失去理智的样子，但我不会让他们如愿。我吐出一口浊气，往后一仰，抓起桌上的瓜子，磕了一口，吐出瓜子皮，看向方子期。我一脸好奇，追问道：主管说笑了，我怎么会生气？你详细说说和我女朋友在酒店怎么回事呗。回头我发网上和大家分享一下，一起吃瓜。方子期一怔，林西亚却恼了。沈玉，他一张俏脸通红，眼中闪着灼灼火光，顺势将手中酒杯往我脸上泼来。我躲闪不及，肩上还是沾了些许酒水。只见林西亚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死盯着我，怒声道：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我冷哼一声，我有什么资格怀疑你？我祝你和方子期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林西亚一愣，脸上冰冷悉数褪去，接着紧皱眉头。
你什么意思？就因为这点小事，你要和我分手？我沈笑，漫不经心道：不然呢？我可没有戴帽子的癖好。一句话，就让林西亚神情扭曲起来。他气急败坏道：沈玉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边说，他随手抓起碗筷就想砸我。事到如今，我一点理会他的想法都没有，不顾身后的大喊大叫，我决然推开包厢门走了出去。我乘着电梯下了地下车库，准备开车回家。刚进地下车库，就有一阵寒风袭来，却将我有些胸口郁结的气息吹散了不少。坐在主驾驶上的我觉得有些空落落的，就这么将我深爱了5年的林西亚从心里生生剜去，难免有些钝痛。但余光瞥见副驾驶座位上的那一大捧红玫瑰后，我有些摇摆的心平静了下来。我打开副驾驶的手套箱，从里面掏出一个宝蓝色的绒盒。今天是我和林西亚谈恋爱5周年的纪念日。我原本打算和她求婚的，不过她估计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，一心就想着她的前男友方子期。我打开盒子，看着里面刻着我和林西亚名字拼音缩写的戒指，陷入沉思。说起来，我和林西亚认识的时候，是我一生最狼狈的时刻。5年前，我正上大4，父母突然车祸去世，恶毒亲戚却觊觎我父母留下的遗产，想要侵吞。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方法，我的卡都被冻结了。一向锦衣玉食的我只能借钱度日。节衣缩食，那时我每天去食堂只打8毛钱的白米饭，捞着学校免费的汤料和酱油之类的调味品填饱肚子。林西亚似乎注意到了我，故意坐在我的对面，说自己菜不小心打多了，把还没动过的肉菜盛到我的碗里，求我为他解决。多亏有他，我才没有被饿得营养不良。也因为他的鼓励，我被激起了斗志，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家产。我觉得他就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天使，是他一次次唤醒我消沉的意志。开朗的笑容如同阳光一般照亮了我的生命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他哭得很伤心，忍不住安慰他。从此我和他越走越近，不禁和他表白了。他欣然答应。在一起后，我和林西亚生活得很甜蜜。我发誓要珍惜这个可爱的女孩，要把她捧在手心宠爱，恨不得把所有的钱都给她花。她却总是拒绝我的好意，娇嗔着说我乱花钱，却拿自己存了好久的工资给我买礼物。那时的我，只觉得自己被幸福包裹了，却没想到，我陪林西亚到这个公司后上班后，遇见了方子期。看到方子期的那天，林西亚呆在原地，久久不能回神，整个人魂不守舍的。也是在那天，
他因为方子期的一个电话，就将胃病发作的我留在医院，说是有工作。可我却在方子期的朋友圈看到了他们聚会畅饮的照片。一开始，我不怎么在意，毕竟过去5年了。他可能只是一时不知道怎么拒绝这个曾经抛弃自己的前男友。可是渐渐的，他和我的争执越来越多。1周前，我和他更是大吵一架。他说要和方子期去外省出差1个礼拜。我心里有不好的预感，总觉得我离他越来越远，就要失去他了。于是我央求他别去。他大骂我小气，越来越敏感，爱吃醋，让他觉得窒息，看到我就烦。然后提着行李登上了去外省的飞机。可我真的爱他，决定等他一回来就和他道歉，冰释前嫌，甚至决定和他求婚，以求心安。只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出差回来后的林西亚和方子期行为举止那么亲密。这场接风宴从头到尾，他都没用正眼瞧我，一点都不在意我，甚至纵容同事嘲讽我，看我出丑。想来在他眼里，我的爱唾手可得，相当廉价。我长叹一声，也是时候把目光从他身上收回来，关心关心自己了。这5年，我的生活以他为中心，绕着他转，连个可以诉说的朋友都没有。男人做到这份上，也真是够失败的。想到这里，耳边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，是林西亚的。我随手将手上的绒盒揣进兜里，下意识看过去，只见林西亚和方子期如同爱侣似的，十指相扣着走进地下车库。林西亚脸上的笑容在我面前是那样真切，我不禁自嘲般的一笑。有一次和林西亚争吵后，我想和他缓和关系，便去牵他，他却一脸嫌恶地抽手，说太奇怪了，一手的汗不恶心吗？还警告我，如果我再突然牵他，他就要气得跟我分手了。现在看他笑得这么开心，看来他也喜欢牵手，只不过牵手对象不是我，而是方子期。昏暗灯光中，林西亚一眼便看见了车内的我，他斜睨了我一眼，随即故意大声说：“子期。”出差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一家婚纱店，超级好看。方子期侧身看着他，笑得一脸宠溺。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去那里买婚纱怎么样？好啊。林西亚故意摇了摇娇握的手，得意地看着我。要是以前的我，看到这一幕，估计要气炸了，恨不得冲上去打方子期2拳，再苦苦哀求林西亚不要离开我。但是此时，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的我，心里一点波动也没有。方子期扭头，似乎才发现我在车里看着他们，他的手却没松开，只是一脸惊讶地说：“沈玉。”
你别误会，亚亚，他刚才心情不好，我安慰一下他而已。你不会介意吧？我敷衍笑了一下，漫不经心回答：当然不介意。你们继续。然而我的回答似乎没让林西亚满意，她一跺脚，贝齿紧咬下唇，唇瓣被他咬得发白，一副了然的语气说：沈玉，你少嘴硬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这里等我，不就是想找个机会和我道歉吗？一时间，我竟不知说什么好。他还挺会拿捏我的，知道我每次和他争吵之后都会低声下气的道歉，求和好，然后摆出高姿态地说这次就原谅我。现在想想，这不就是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吗？看见他，我现在只觉得晦气。这样想着，我不由得冷声道：林西亚，你别自作多情，我不是在等你。却见他松开方子期的手，指着副驾驶的红玫瑰，一脸得意道：你以为我会信？还专门买了玫瑰跟我道歉。沈玉，我告诉你，接风宴上你让我下不来台，我不会这么简单原谅你的。这花我一点都不喜欢。就算你……林西亚小嘴一张一合，话如连珠炮一般吐了出来，喋喋不休。以前我最喜欢她动听的声音，现在听着只觉得聒噪、烦闷。我不耐烦地打下车窗，长臂一伸，拿起那捧鲜艳欲滴的玫瑰，精准地抛到了不远处的垃圾桶里。被包装得格外精致的玫瑰和脏污的垃圾桶格格不入。林西亚的声音就像卡带了一样，戛然而止。下一秒，他脸色一变，声音扬了8度：你怎么把花扔了？我皱眉，无所谓道：你不是说不喜欢吗？我扔了，怎么你又不高兴？真难伺候。下一秒，我发动引擎，一脚油门就把林西亚抛下了。隔着后视镜，我能看到林西亚一张小脸上满是不敢置信的表情，死死盯着我。而方子期低头拉住他的手，安慰着他。一打开家门，映入我眼帘的就是墙壁上那个巨大的心形照片墙，上面贴着我和林西亚5年来的合影回忆。左手边的餐桌上盖着红色的丝绸桌布，上面放着2只修长精致的烛台。除了墙壁上的心形照片墙外，屋内飘满缤纷的气球，几个较大的气球上写着5周年纪念日快乐的艺术字，而吊灯和家具上都缠着印着5周年纪念日快乐的彩带和彩灯。这些让我花费了几天时间才布置好。那时我满心期待林西亚看到这些后一脸惊喜。她说她喜欢仪式感，喜欢浪漫。原本我打算借5周年的名义和她烛光晚餐，回忆一下往日甜蜜，顺势求婚的。现在看来，我简直就是个小丑。
在我精心准备的时候，林西亚和方子期睡一个房间，甚至混用牙刷呢。有这时间，我干什么不行？这样想着，只觉得之前的我就是个傻子。这些装饰也面目可憎起来。我动手就要把精心缠绕的彩带从柜子上撕下来。这时，大门却突然被打开。我下意识看去，只见林西亚气喘吁吁地按住门框，张口骂道：“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？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你什么意思。”下一秒，看见满屋装饰的他愣住了，张口结舌，而方子期随之而来，埋怨道：“沈玉，你怎么可以把亚亚一个人抛下？”看着这两个不速之客，我面无表情，干脆利落地将彩带扯下，团成一团扔进脚边的垃圾桶里。见状，林西亚神色慌张一瞬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她眉眼飞扬，旋即得意道：“沈玉，我说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原来是想惹怒我，把我引到家里给我惊喜是吧？看你精心布置的份上，我就勉强给你个机会，原谅你吧。”他充满自信的话只让我觉得恶心。我抬眸冷冷看了他一眼，滚出去，却没想到林西亚冲上来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将我的脸扇歪到一边。你敢叫我滚出去？明明是他扇了我一巴掌。他却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，委屈不忿道：“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你莫名其妙。我真的只是和方子期睡一个房间的2张床，清清白白。不信你问他呀。”我捂着被扇得红肿发烫的脸，心中只剩悲凉。现在的林西亚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我爱的女孩了。只见方子期假惺惺地解释道：“是啊，我和亚亚只是好朋友，我可以给你看记录，真的是2床房。沈玉，你千万别误会啊。”他语重心长地劝慰：“沈玉，不是我说你，女人是要拿来宠的，怎么可以给女朋友甩脸色？亚亚出差不也是为了你？想多赚点钱，你要体谅她的辛苦啊。你给她服个软也就过去了。”我充耳不闻方子期的话，只看向双手交叉在胸前，一脸不忿的林西亚，反问道：“如果你和他清清白白，那为什么要在地下车库和他牵手？”说到这个，就好像戳中林西亚的痛点似的，他浑身一震，随即瞪了我一眼：“子期有夜盲症，地下车库那么暗，我怕他碰着摔着，这你也要吃醋？沈玉，你还有没有同理心了？”呵，我不过问了一句，他就急了，还倒打一耙说我没有同理心。我知道，他这是心虚了。我冷笑一声。在我想着和林西亚共度一生的时候，他却一点边界感没有，把前男友说成好朋友，
今天能和好朋友牵手，住一个房间，明天怎么样我都不敢想了。结婚以后，他不会抱着个孩子和我说朋友而已。我不过给他生了个孩子。你生什么气呀？我摇头，甩掉脑海中那恐怖的想法。左右逢源的女人，谁爱要谁要。随即，我的目光变得坚定起来，看向林西亚。我冷声道：从今往后，我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说完，我转过林西亚的肩膀，就要出门。不知怎的，林西亚死死抓着我的衣袖不放。挣扎间，我放在兜里的宝蓝色绒盒掉了出来。一旁看我们争执的方子期捡起地上的绒盒，打开后，惊呼一声：沈玉，原来你今天要和亚亚求婚啊！你怎么不早说？还惹亚亚生气。见到盒子里那枚璀璨的钻戒后，林西亚死抓着我的食指松了些，他的眼中一下子迸发出一阵光亮，轻咳一声，控制住上扬的嘴角，趾高气昂地说：沈玉，你嘴上那么硬，身体倒是很诚实。求婚可以呀，只要你和我道歉，我也不是不可以答应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竟然听出他语气中的一丝欣喜和期盼。我一把夺过方子期手上的绒盒，看着这枚付诸我无限心血的戒指。戒指的图样是我熬夜亲手设计的，又是在他最喜欢的那家珠宝店定制的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惴惴不安，因为他一直表现得不愿意结婚。要是今天以前林西亚答应我的求婚，我不知该有多高兴。他要天上的月亮我也给他摘下来。可是现在，垂眸，我将这枚象征着婚姻与爱情的戒指捏在指尖。林西亚见我拿出戒指，仰着一张脸，活像一只高傲的孔雀般纡尊降贵地伸出自己的手指。他一脸得意，我就知道，我可以答应嫁给你。不过婚后你要……他话没说完，我抬手把戒指扔出窗外，冷漠道：你想嫁，可我不想娶了。我冷哼一声，木然看着那枚我精心设计图纸，花了200万定制的精亮钻戒消失在窗口。我却觉得像扔掉了一个大包袱，浑身轻松起来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因为林西亚而摇摆不定的彷徨心情，还有这5年和林西亚的感情，仿佛随着这一扔，烟消云散了。你……林西亚一怔，快步走到窗口。可惜我们家在17层，除了绿化带，他什么也看不到。只见他迅速折身回来，双目赤红，一双眼里酝酿着熊熊怒火，迎面就狠力地扇了我一个巴掌。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虽然往后一躲，还是被他修长的指甲脸上刮出几道划痕。
我只觉得脸颊上先是有几分凉意，随即传来丝丝刺痛感和肿胀感。耳边林西亚清亮的声音因为暴怒而有了几分嘶哑：“沈玉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你无理取闹，耍脾气耍够了没有？”“耍？我已经扔了钻戒，表明决心。他还觉得我在耍小脾气吗？甚至当着方子期的面扇我2次。”看着倚在门框上得意微笑的方子期，我心下一凛。泥人尚且有3分火气，我一个大活人还能被这2个狗男女给欺负了？真是我平时太给林西亚脸了，让她美得找不着北了。我冷哼一声，反手扇了回去。手下并未留情，一声脆响，我感觉手掌有些麻酥酥的。看着林西亚一脸茫然地捂着脸的表情，我寒声道：“林西亚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这一巴掌，算我还你的。我们好聚好散，别闹得太难看了。”一旁隔岸观火的方子期却过来了，他一把拦住六神无主的林西亚，指责我道：“沈玉，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打人？亚亚是个女孩子，打你能用什么力道？你看看你把亚亚打成什么样子了？”而他怀中的林西亚明显被我打懵了，他瞳孔失去焦点，捂着脸喃喃自语：“沈玉，你打我，你竟然打我！你说我是你的公主，要一辈子对我好，你忘记了吗？你变了，你怎么可以打我呀？”林西亚的话让我心头一动，我垂下眼眸。和他在一起后，我确实许下这样的诺言，但那时我和他两情相悦，我甚至懂得了周幽王的心态，只要能博美人一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愿意将她宠成公主，做她的骑士，一辈子守护她。现在，她的心早已不在我这里了。我难道是什么很贱的人，要对一个不爱我的人奢求怜悯？摇尾乞怜。回过神来，我蓦地抬眸看向林西亚，已是满目淡漠。林西亚，是你变了。我可不会满足你两男争一女的特殊癖好。你这么喜欢方子期，就和他在一起。我不爱你的道，祝你和他百年好合。我的语气决绝认真。被我扇了一巴掌的林西亚头脑的温度似乎降下来，此时他才意识到，我真的要和他分手了。只见他脸色巨变，一下子失去血色，似乎才发现自己被圈在方子期的怀里。他像躲瘟疫似的猛地推开方子期。方主管，这是我们家，你进来好像不合适吧？我嗤笑一声。怎么，现在开始避嫌了？之前早干嘛去了？只见方子期嘴里喊着亚亚，身体却被林西亚一直往外推。门啪嗒一声上锁后，林西亚转过身来，
他深吸一口气，眼睛红了一圈，泫然欲滴道：“沈玉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今天脾气是有些不太好。我怎么不知道林西亚什么时候学的变脸？要是以前的我，看见她的眼泪，心如刀割，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她。但是现在，很明显，这又是林西亚拿捏我的小技巧。都说恋爱脑的头脑简单，果然没错。我以前是怎么被他拿捏了5年的？”我冷声道：“林西亚，别装了，有意思吗？”闻言，林西亚登时从眼眶里流出2行眼泪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和刚才趾高气昂、自信满满的样子截然不同。我没有装。沈玉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只见他张开双手，柔弱地靠过来，想拥住我。现在看到他这样子，我心里只有厌恶。事情都发展成这样了，他露出这个做派干嘛？我厌恶地躲开，嘴里呵斥：“别靠近我！”他被我冰冷目光一刺，浑身颤抖了一下，随即紧紧抓住我的手。林西亚抬眸看我，眼泪汪汪哭求着：“沈玉，对不起，是我这段时间太过分了，是我仗着你对我的宠爱做得太过分了。你可以打我，骂我，我和他真的什么都没发生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答应你的求婚，我们明天就去领证结婚行不行？”我不禁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这女人有病吧？这是干什么？突然演起来苦情剧了。我和他分手了，他知道求复合了。晚了。见我不说话，林西亚不甘地紧咬唇瓣，凑上来想吻我。看着那逐渐凑近的白皙脸庞，还有那闭上眼微微颤抖的黑长睫毛，我只觉得一阵恶寒，微微侧头，忍住想吐的冲动。要是以前的他吻我，我不知道有多高兴。可是现在，我对他毫无情愫可言。他这样巴巴凑上来，我只觉得抵触和不耐烦。我毫无怜惜地一把将他推开，目中只有嫌恶，冷声道：“林西亚，别碰我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”只见林西亚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，身体和冰雕似的僵硬。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轻薄尖锐：“你说我恶心？”我毫不回避地反瞪回去，冷笑一声：“不恶心吗？”我原打算和林西亚好聚好散，谁知道他不知好歹，非要凑上来，那就不要怪我把话说绝了。我目光一凛，冷漠道：“就算你没和方子期发生关系，你和方子期混用牙刷，知不知道上面多少细菌和口水？现在你还来亲我，不觉得脏吗？”林西亚，真有你的，你真会恶心人。
林西亚脸色猝然苍白，急急辩解道：“不，我没有用他的牙刷，真的只是他不小心装错了。沈玉，你相信我，我是清白的，你不能觉得我恶心。你明明说我是你的光，是你的救赎。”说到后来，他像小兽一样啜泣起来。听着他的话，我紧皱眉头。之前我说这样的情话，林西亚都说我油腻、幼稚，要我活在现实世界，让我好好和方子期学学什么叫脚踏实地。他那时满脸嫌恶，恨不得封上我的嘴。可是现在，他倒是开始回忆了。我冷哼一声：“林西亚，你幼不幼稚？这么大的人了，说什么光啊、救赎啊什么的东西？你清醒一些吧。”林西亚身体颤抖的幅度更大了。他看着爱心形状的照片墙，像是找到了什么救星似的。他指着那些照片，恳切道：“沈玉，我和你在一起整整那个5年啊，你就要因为我一时的错误给我判死刑吗？”一时的错误。我咀嚼着这几个字。说到底，他还是不明白。让我心寒的不是他的所作所为，而是他的漠不在乎，无视我对他的关心与爱情。我视若无睹，抬步走进卧室，只见林西亚抬着纵横着泪痕的小脸，有些欣喜和不可思议道：“沈玉，你原谅我了？你不分手了是不是？”我充耳不闻，打开衣柜，开始收拾自己的衣服，往行李箱里装。林西亚的神色陡然慌了：“沈玉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要离开我们的家？”我手上动作不停，随意道：“这不是我家。当初我买这房的时候，只写了你的名字。就算是这5年我对你的感情的见证吧。现在我一个外人，当然要走了。”林西亚神色一正，明显有动容之色。“沈玉，我知道，你还爱着我的，只是今天天气不好。你心情不好，才激动了，对不对？你冷静一点好吗？”我皱眉：“林西亚，要是你没聋的话，我再说一次，我和你什么关系也没有了。”只见林西亚抓着门框的手死死抠着，几乎要在木门上刻出指印。他不知道除了分手以外怎么威胁我，实在有些无计可施了，竟然脱口而出：“沈玉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你信不信我让子期把你开除了？”听到他的话，我身形一滞，有些好笑地看向他：“林西亚，你跟方子期在一起太久了，脑子坏了。我推掉了一个年薪100万的工作，来这个公司当一个小职员。你猜我为了什么？我尽心尽力对你，难道是让你和方子期在我头顶作威作福的？”林西亚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，他匆忙解释：“沈玉，对不起，我是口不择言了。
我真的不想和你分手。我是爱你的呀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。是我做的不对。但是你不能这么绝情啊。他的话都有些颠三倒四起来。听到他说爱我，我心头火起。可别玷污爱这个神圣的字样了。我一字一句道：林西亚，当初你说你一个人在这种大企业工作有些害怕，我专门降低身价和你一起入职帮你。你是怎么爱我的？见到方子期的面，魂就被他勾走了，和他搞在一起。当着所有人的面让我头顶绿的能跑马。你说我绝情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你深情了。我对你百般呵护，你呢？你怎么对我的？林西亚，你爱人的方式真特别。留着爱你的方子期去吧。这鬼地方我1分钟都待不下去了。还收拾什么行李？我心中只有一腔烦闷，夺门而出，却没想到，方子期竟然没走，像个壁虎似的趴在门口偷听。想不到他竟然如此深情，那我就祝他们天长地久吧。不知不觉，我开车到了自己的家里。一栋周围环境比较清雅的别墅。这栋房子，我一直有找人维护，但是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不敢回家住，怕引起回忆，让我伤感不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家中大门，家中也是纤尘不染，一切就像是当年我离开时一样。此时，我看着岸上父母黑白的遗像，看着他们慈爱的眼神，突然眼眶一红，一种极强的委屈感涌了上来。我觉得自己太傻了。这5年，我将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到了林西亚的身上，把她当作我唯一的救赎。她却3心2意，不断打压我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当年的自己是多么意气风发了。这些年，终究是错付了。我满腔真心，不过被别人当成石头踩在脚下。擦拭着父母已经明亮如镜的遗像，我低声和他们说着我的决定：爸妈，儿子不孝，这么多年没来看你们。过段时间，儿子要去外地了，可能又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回来了，还请二老原谅。我的思绪渐渐清晰起来。这个城市，目前在我的心中大多是伤心的回忆。我不如去个滨海城市散散心，开启自己的新生活。这样想着，我也这样做了。我买了1星号天后去外地的机票，却没想到，在我值机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左顾右盼，向我跑了过来。一看到那窈窕的身影，我就有些心悸。他不会又搞一些奇怪的事情吧？这样想着，我不由得心下戒备起来。只见林西亚的身影渐渐靠近，他面容有了几分憔悴，一副没休息好的样子，因为急着追我而气喘吁吁。
而他右手的无名指上，竟然戴着那枚我从高楼扔下的晶亮钻戒。不知道他怎么找到的。看见我，他就像看见救命稻草一般，一把抓住我，哀声道：“沈玉，你究竟去哪里了？你把我拉黑了，我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住在哪里。要不是我和你共享一个购票软件的账号，我甚至不知道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。这3天，我真的有在好好反省。你看，戒指我也找回来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会真心对待你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好不好？”他说了那么多，字字恳切。如果换了个人，恐怕已经感动哭了吧。我冷笑一声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给他一次扎我心的机会吗？我还没那么贱，喜欢别人伤害我的感情。我刚要厉声拒绝，目光触及搭在他胸口的那枚翡翠玉佛的时候，我却心下一颤。我抿着嘴唇，良久，咽下心中的不满，改口道：“林西亚，要我原谅你也行，把这个我送你的翡翠玉佛还我。”林西亚却用手握着那枚翡翠玉佛，他一脸警惕和失落。“沈玉，你说过这是你爸妈给未来儿媳妇的礼物，你压根没想原谅我。没想到他还记得。和他在一起后，我就拿出祖传的翡翠玉佛哄他开心。他一开始还欢欣鼓舞地戴着，遇见方子期后，这枚价值连城的翡翠玉佛就被他随手收了起来。很久没见他戴过了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我送给过他这个礼物。我两手一摆，无所谓道：“不给我吊坠，我就不原谅你，甚至会更讨厌你。你看着办。”林西亚眼圈红了，脸上泛出就纠结之色。就在他双手绕到脖颈后，摘下玉佛的瞬间，方子期又出来英雄救美了。他一脸不屑道：“沈玉，你怎么把他惹哭了？知不知道亚亚是沈家大小姐？沈家大小姐，如果是本是豪门的话，姓沈的只有我吧？”我皱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林西亚成了我爸妈的孩子了。方子期却一脸得意，嚣张跋扈道：“你现在只是亚亚的前男友，我倒不妨告诉你，亚亚脖子上戴着的是沈家的信物，这个翡翠玉佛只有沈家继承人才有。你敢惹他，你就完了。可笑你不知道吧？亚亚纡尊降贵和你在一起，你却不识大体。够了，不要说了。”林西亚脸色瞬间灰败，面如金纸一样难看，他浑身都细微地颤抖起来了。我则瞬间明白了一切，忍不住捧腹大笑，眼泪都要笑出来了。我还以为方子期是看上了林西亚的美色，才一直勾搭她，却没想到他竟然因为林西亚的项链，
误认为林西亚是沈家大小姐。说到底，还是为了钱才勾引林西亚。可笑林西亚还以为他是真爱呢。而方子期的一字一句，无疑是在往林西亚的心窝子上戳。只见林西亚沉默着，良久，自嘲般的一笑，默默摘下项链，将那枚翡翠玉佛递给我。他的指尖划过我的掌心，放下翡翠玉佛后收拢成拳。他长舒一口气，看向方子期的眼神平淡，释然道：“这项链是沈玉的，这是他送我的。你说的沈家，应该是他的家族吧？我和沈家什么关系也没有，不是什么大小姐。当年你抛弃我时，我是什么身份？现在还是什么身份？让你失望了。”我不禁嗤笑一声。方子期闻言，脸色一白，双腿发软。他颤颤巍巍地扭头看我，语气中带着不可置信：“你是沈家大少爷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喜欢林西亚？她家境那么寒酸。”我摇头叹息。难道只允许富家小姐爱上穷小子？不能是富少爷为了心爱的女孩放低身段吗？别以为所有人都和他一样拜高踩低。我的父母就是联姻，生下了我。然而他们并不幸福。虽然两家因此获得了数倍的财富，但在他们的脸上，我只能看到疲倦。还有，因为守护财富而露出的吃人的狠戾光芒。就是因为这种财富，恶毒亲戚嫉妒父母联姻后太有钱了，才联手制造车祸害死他们。所以我拿到属于自己的资产后，并不想要再找个名门贵女，也不想扩招自己的商业版图。我只想和心爱的人双宿双飞。没想到，是我的想法太天真了。一味的付出，未必会得到什么回报。提醒登机的广播声响起，我抬眸看了一眼方子期，他吓得后退一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沈少，我和林西亚真没什么关系啊。我不是故意抢你的女人的。其实我没打算对她怎么样。虽然她有心勾引林西亚，但林西亚真心爱我，就会断然拒绝她的暗示。可惜林西亚自是我永远不会离开她，才放纵自己沉溺在和方子期再续前缘的诱惑中。只是看到他这样，我还是忍不住讥讽一笑。这就是林西亚爱的人。林西亚看到方子期畏畏缩缩的神情，深深闭目，在睁开眼的时候，只剩怨恨。他冲上去纠正方子期的衣领，扬手狠狠抽了他一巴掌。方子期，是我太傻了，竟然会被你这个小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，把真正爱我的人越推越远。方子期不是什么善茬，抬手用力一推，就将林西亚推倒在地。他嘲讽一笑：“还不是怪你蠢。”
几句话就上钩了。没事装什么有钱人啊？浪费我1个多月的时间。看着这2个人争斗起来，我却觉得真没劲。我转身离去。林西亚在身后喊我的名字：“沈玉，我们还能不能当朋友？”我摇头，伸出手臂挥了挥，和他作别。或许哪天，我淡忘了今日受到的伤害，就会回到这座城市吧。却没想到，这一别，就是10年不见。在那座滨海城市，我遇见了一个开朗大方的女孩。她将差点溺水的我从海里捞起。在那之后，我和她成了好友。她的开朗自信渐渐感染了我。我和她走到了一起。也许是因为在林西亚那里受了伤害，我迟迟不敢和她求婚。她却一直在等待我。终于，在我们爱情长跑10年的这一天，我向她求婚了。没有什么烛光晚餐，也没有什么花车浪漫。我和她漫步在沙滩上，自然而然地说了一句：“我们要不要结婚啊？”她动容地哭了起来。当然，在此之后，我拍了一件价值1000万的钻戒向她求婚，并且办了一场盛大的求婚仪式。我想在爸妈的见证下完成婚礼，于是回到了老家。我纠结了一下，还是给林西亚递上了我的结婚请柬。婚礼现场，我和爱人交换钻戒，亲吻着彼此。台下的林西亚泪流满面。听说，她这10年一直没有找到喜欢的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